来检测这个 W116-280SEL 从彰化来的鹅黄色的加热阀在冷车还没有启动的时候，它的压力状况。它在没有启动的时候，就是说冷车的时候，它压力应该是大概在2公斤左右，看到大概2公斤左右，1公斤不到。然后有通电这个地方有通电，就引擎发动的时候呢，之后它应该要在大概在3.8、3.6还不到4。那借由这2公斤的压力差呢，产生那个供油的改变，达到冷车油气交流的效果。在为讲究之前，我们来看看它标准应该在2公斤以内。我们来看看，大哥把电源打开，我们已经看到它的压力已经到了5.6了，已经到了5.6了所以说这个现在是到5.8，那代表冷车的时候就已经5.8。那它已经没有压力上升的空间了所以本大哥要整修的就是把这个加热阀整修到在冷车的状态，还没有通电，引擎没有发动的时候，它应该在2公斤以内等大哥整修过之后呢，我们再看它的结果。这颗 W116-280SEL 的加热阀大部分已经整修完成。那冷车的压力应该要在2公斤左右。经过引擎发动加热以后也就是这个电源插头这边有供电，引擎发动之后它就开始供电。大概在5到10分钟以后，它的压力就应该会上升到4公斤左右。那在冷车的时候，引擎刚发动应该在2公斤。我们刚刚在整修之前所测试到它的压力，在冷车的时候都已经达到6公斤了。这个已经超过已经达到它系统压力的压力，所以它们已经没有在上升的空间。因为借由这个压力的改变冷热车压力的改变，产生供油量的改变，达到冷车加热的目的。OK， 我们现在大哥整修完成之后，我们来看它的冷车压力。大哥打开电源，我们看到这压力大概在2公斤左右，这个是正确的。那经过引擎发动以后，前面会开始供电，之后呢，压力应该会来到4公斤左右。我们来看看，经过热车以后这个地方是通电状态。这个经过热车以后，它的压力加热阀的压力大概在3.2公斤 kgcm 平方左右。在冷车的时候是大概是2公斤不到。借由这个压力差达到冷车油气加热的目的。我们现在看到大概在3.2公斤。因为如果装在车上，这个温度会更高，那压力会更大一点应该会来到3.6左右。现在我们要进行的是这部从彰化坐专车来台北找张大哥的鹅黄色 W116-280SEL 的6缸分油盘的故障检测。这个分油盘呢，其实是原车的分油盘。那在车上看到的分油盘其实是这一颗分油盘。
因为很特别，因为它是铸铁的。那这个喷油盘呢，为什么大哥把它拆下来放在这个地方呢？因为它这个喷油盘其实它是在eBay车主在eBay买的。那这个喷油盘的问题是，它这个接冷车喷油嘴的这个接头的牙已经滑掉了根本就锁不紧所以说大哥这个也没有办法做检测所以只好呢把它的所有的接头的配件全部拆下来，移植到目前这个喷油盘上面。那这个喷油盘呢，其实是它真正原车的喷油盘但是呢，车主把它换上了我刚刚讲的这个喷油盘之后呢，根本车子就发不动了。那无论如何，我们大哥已经把这个原车的喷油盘就把它接上去了。我们来做一个检测，看这个喷油盘原车的喷油盘到底发生什么样的问题。好，大哥打开电源，打开定时器，时间设定1分钟。好，开始。那在大哥的这个机台上面，这1分钟的全用的出油量，主要是要测试说这部车它这个喷油盘在系统供油，也就是正常使用时候它的出油量到底是什么样的状况。其实在大哥机台上面，应该看到前面有看到一根转棒的位置，那个就是175毫升，大概在那个位置1分钟使用了因为这个喷油盘车主他绝对有问题，把它拆下来换上了eBay买的那个喷油盘结果反而造成更大的问题所以说这个问题呢，其实旧的喷油盘最后一定会堵塞。车主会拍卖那个eBay会拍卖，那一定是碰到肯定是有问题的也不能够保证。OK， 好，时间到，关闭电源，关闭定时器。画面上油道数分别是1、2、30缸。我们来看一下第一缸，出油量还算平均来看一下第6缸是在125左右。这样相对下来第一缸125，第二缸130，第三缸125，第四缸130，第五缸125，第6缸120左右跟大哥要求的在机台上面应该在这个短棒的150毫升平均都少了大概有125、170，少了35毫升左右这个是带到堵塞这是标准的堵塞现象。也就是说，这颗喷油盘的编号是我们看一下是74591。OK， 这个其实才是原来车上的喷油盘被拆下来换上eBay的喷油盘的那一颗喷油盘它现在是带到堵塞。等大哥把它拆装整修之后，我们再来看它的测试结果。这颗编号74591，从彰化来的 W116-280SEL 的6缸喷油盘大哥已经整修完成了。那在整修之前，我们看到它的1分钟的全油门的出油量大概都落在125毫升左右，跟大哥机台上面的170毫升差了大概有45毫升。这个是带到堵塞平均出油量都不足经过大哥整修过之后，你来看看它1分钟的出油量全油门到底是什么样的状况。大哥打开电源，打开定时器，时间设定1分钟。好，开始。
因为这个系统的出油量就是由1分钟群我们来决定。如果说1分钟群我们的出油量不足的话，那代表它测试在前面当中根本供油不足，它根本跑不动，它可能会我们会踩下去测试没有反应，这个是因为堵塞的关系，从30年的水塔，周部车已经40年了，40多岁，1979的，46年了这个是正常的现象。经过大科手测过之后呢，它理论上应该在20年里面，就是50-60岁才有，不会再堵塞。如果特别常常在使用特别在跑的话，这个有正常在运作，这个就不太容易再出现。OK， 好，时间到，关闭电源，关闭定时器。画面上由右到左分别是1、2、3、4、5、6缸。第一缸100、180，第二缸180，第三缸180，第四缸180，第五缸稍微少一点，165，第六缸180。因为这颗喷有缺点就是说，它没有办法调整没有办法调整每一缸的供油。不过因为而且它这个是第一代的喷油盘，它上面有弹簧，下面没有弹簧，所以说它的误差值在5%，人家看起来就是在5%以内，甚至除了第五缸稍微低了一点以外，成绩算是相当优秀。这个是大哥在修这个铸铁的这个喷油盘这个 M110的喷油盘所碰到的，算是成绩是很优秀的。接着我们会进行10分钟群我们的模拟测试，来看看它的怠速的状况。接着我们要进行的是这颗 W116-280 SEL 的6缸喷油盘，编号74591的完修后第二阶段测试，10分钟的模拟怠速小油门的流量测试。OK， 大哥打开电源，打开定时器，时间设定10分钟。好，开始。因为这个阶段的测试主要在测试这个喷油盘在怠速的时候，它的出油量是不是稳定，是不是平均。因为这个阶段的测试会直接影响到我们怠速的稳定性所以我们希望它的误差值越小越好。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等时间接近的时候再来看它的测试结果。目前我们进行的是这颗编号74591，从彰化来的 W116-280 SEL 的6缸喷油盘完修后第二阶段测试，10分钟的模拟怠速小油门的流量测试。OK， 好，时间到，关闭电源，关闭定时器。这个模拟怠速的测试非常漂亮。从画面上从右到左分别是1、2、3、4、5、6缸。第一缸200、240，第二缸242，第三缸240，第四缸235，第五缸240，第六缸235。厂方要求的误差是15%，我们看下来它的误差就3%成绩算是相当优秀的。因为这部车子到目前为止已经有46、7岁了，它的钢压测下来相当漂亮，钢压都在11到12之间，也没有气缸磨损的问题。我们可以期待这个喷油盘回装之后，它的怠速绝对是相当稳定、相当漂亮的。今天大哥的报告到此结束，拜拜。